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1号，今天是双11，对不对？11月11号在一些网站上买东西都会比较便宜啊，这个我们叫狂欢购物节。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去买东西，去网络上买东西呢？听说今天买东西会比较便宜哦。好，那么买东西的时候啊，别忘了买一些礼物送给理查老师哦。好，开玩笑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讲故事吧。今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那么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叫做《老虎与狐狸》。老虎与狐狸，光棒节不是，是光棍节啊，光棍节不是光棒啊。好，什么叫光棍？光棍指的是一个男人啊，已经年纪很大了，都还没有结婚。不过如果你叫一个人光棍的话，通常是开玩笑，但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尊重别人哦。好，所以如果像理查老师50岁了都还没有结婚，你也可以叫我光棍，不过听起来有一点没礼貌，有一点没礼貌啊。好，当然礼貌一点是单身的意思嘛，单身啊，单身是比较礼貌的说法啊。不是，是大陆的台湾没有这个节日啊。11月11号本来是光棍节，那是大陆的自己发明的一个节日吧后来这个全世界都越来越有名了，变成购物的一个节日啊。好，月莹说感冒了月莹你要好好休息去看一下医生好了。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现在已经慢慢进入秋天了好，你们有没有去买东西呢？听说买东西特别便宜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叫做老虎与狐狸。好，老虎你们一定知道，对不对？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狐狸呢，一般对我们来说是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狐狸对我们来说，通常是一种比较奸诈、狡猾的动物 ，cunning， 对不对？Fox。那一般来讲，狐狸在故事中，在寓言中，都是扮演着坏人的角色，对不对？大家都不太喜欢狐狸，其实狐狸很可爱，对不对？那其实狐狸也长得很漂亮，所以我们如果形容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会勾引男人，会吸引男人，你可以叫这种女人很漂亮、很艳丽的女人叫狐狸精，是骂人的，骂人的，会勾引有妇之夫，勾引结婚的男人勾引有女朋友的男人，这个狐狸精是骂人的。狐狸精指的就是很漂亮、很艳丽，然后会勾引男人的女人，我们可以叫她狐狸精狐狸精。雅玲说：“我觉得我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叫狐假虎威，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相信你们都听过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非常害怕凶猛的老虎。好，当然了，因为老虎会吃人，会吃各种小动物，对不对？老虎吃肉嘛所以它常常会去攻击其他的小动物，吃它们的肉，而且呢，它很凶猛凶猛。好，哪些动物很凶猛呢？比如说像狮子，狮子也很凶猛，对不对？老虎、豹这些动物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很凶猛的动物我们可以叫它猛兽。好，谁帮我打一下猛兽就是这种动物，你也可以叫它猛兽，像老虎、狮子、豹，这些都是很凶猛的山猪，
很凶猛的动物哦，野兽，熊也是。日本最近常常有熊攻击人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这些中文都可以叫它猛兽猛兽。好，有一次老虎抓到了一只狐狸，并准备把它吃掉。好，你们看到这个图片就看到说老虎抓到了一只狐狸。好，那狐狸肯定很害怕，对不对？因为老虎准备把它吃掉对，日本最近流行熊灾好，那么我们看看狐狸怎么办呢？它会认命，还是它会想办法这个逃离老虎的魔爪？因为我们知道狐狸也是很聪明的动物，说不定它会想到一个办法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让老虎不吃它。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想出什么好方法来狐狸说：“你不能吃我，我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好，狐狸跟老虎说：“你不能吃我。”老虎一定想，为什么我不能吃你呢？我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吃你呀。然后狐狸说：“我是天神。”好，天神就是 God， 对不对？Lord 好，派来的。好，派来比较像英文的 send，the God sent me 派来的。好，使者。好，使者呢，比如说像国王或神可以派使者来那使者表示 messenger 使者。好，这个一般是古代的用法现在没有使者了，现在可能我们中文会用外交人员，对不对？ diplomat 那以前的话叫使者古时候才用的好，我们往下看。狐狸继续说：“如果你吃了我，天神就会处罚你。”好，继续就是 go on， keep talking， keep saying。 如果老虎，如果你吃了我，天神就会处罚你。好，这个词大家一定要会。处罚常常用在学校或家里面。在学校呢，老师会处罚你，处罚像这种中文叫体罚 corporal punishment， 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就是老师会拿可能棍子打你的手心，打你的手那或者呢，处罚可能是要你写一个词语，写100遍，这也是一种处罚。在家里呢，如果你很调皮，可能你的父母，你的爸爸妈妈也会处罚你所以处罚可能是爸爸妈妈处罚你不能吃晚餐，你太调皮了，你作业没写完，或者你犯了什么错，爸爸妈妈也会处罚你体罚非常好。艾云问说，使者是不是 messenger of God and prophet？ 不是， prophet 中文有另外的翻译叫先知中文可以叫先知我知道在很多宗教里面会有 prophet在我们中文翻译成先知那跟这个 messenger 就不太一样。 messenger 我们翻译成使者，可能是国王派来的，可能是皇帝派的，可能是神派的。使者是一个古时候的用语，现在没有使者了。那如果宗教里面的像伊斯兰教，或者呢像这个基督教，他们都有这个 prophet， 我们中文叫先知像耶稣吗？是耶稣吗？还是那个 Muhammad， 中文都叫他们先知先知 prophet。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老虎会相信他吗？老虎会相信狐狸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吗？我们往下看好，等我一下。好，老虎半信半疑，真的吗？你怎么证明你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好，那这个
成语半信半疑非常重要，一半相信，一半怀疑，所以叫半信半疑。基本上就是你不相信对方说的话，我们中文可以用怀疑这个词汇，其实半信半疑就是 doubt， 中文还有怀疑、存疑，这些都是半信半疑的意思。你有点相信他，但是你也很怀疑他，基本上就是你不相信他啊，你不相信他啊。好，对，很好，林子写出来了，怀疑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存疑，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半信半疑啊，表示你并不相信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好老虎在这里好可爱，像一只猫。好，老虎说：“真的吗？你怎么证明 proof？” 好，证明就是你要拿出证据来表示自己是对的，或自己说的没有错。所以证明的话，你一定要拿出证据，你要拿出照片，你要拿出文件来表示你是对的，你没有错，我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叫证明 to prove 啊。好，怎么证明你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好 ，OK， 那我们看看狐狸到底要怎么说才会让老虎相信呢？好，狐狸说：“森林里所有的动物看到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好，那么森林里所有的动物看到狐狸都会躲得远远的，远远的就是躲得很远，它不会靠近狐狸，小动物们不敢靠近狐狸啊，所以你也可以用躲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好，表示你不敢靠近啊，你不敢靠近这个人。雅正，谢谢雅正加入我的会员哦。哇，老师好久没有会员了，谢谢雅正的支持。好，狐狸继续说，狐狸说：“你不信的话。”好，各位同学，现在很多人不晓得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就是如果的意思，但是它是放在句子的最后。你不信的话，可以说如果你不信，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if 的意思如果是放在句子的一开始，的话是放在句子的最后所以你不信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信。好，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我们看看动物们是不是会敬畏我。好，所以呢，狐狸的意思就是老虎啊，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么我走在前面，老虎啊，你跟在我的后面，我们在森林里面走，看看动物们是不是会敬畏我，敬畏狐狸好，这里有一个词汇叫敬畏，一般我们会敬畏谁呢？敬畏很有地位的，而且很有能力的人。一般来说，我们会敬畏的可能也不是人可能是神。这个敬畏是一个会让你有一点害怕，你会很 respect， 你会尊重这个东西，这个人，而且你也有一点点害怕，你会觉得哇，他的力量太大了，你会很害怕。所以我们会敬畏谁？一般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会敬畏人，我们会敬畏神，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都有自己相信的宗教，你们都有自己信仰的宗教，你可能会敬畏你们宗教里的那个神你觉得你尊重他，你尊敬他，但是你也有一点害怕他我们也会有一点敬畏大自然这个敬畏我觉得有点like in awe， 就是我觉得比较像英文这个 awe 的意思比较像这个意思你不但会顺从他，会尊敬他，而且你有一点害怕，因为他能力太强了好，所以呢，林子说老公敬畏我，可以，
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调皮淘气的口吻，有趣的口吻，你可以说啊，我老公啊很敬畏我，表示老公有一点害怕你呢啊。好，那么对林子太凶了，敬畏老师不至于啊。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用敬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的词汇。一般来讲，如果你会敬畏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国王 king， 或者是皇帝，你才会敬畏他，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他叫你死，你就要去死；他叫你干嘛，你就得要听他的话。所以敬畏如果用在古代，你可能会敬畏国王，敬畏皇帝。那现在我们应该没有敬畏的人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可能会敬畏我们的天神，敬畏我们的可能是天父，可能是你自己宗教里面那个神，或者呢大自然。我们会敬畏人，会敬畏大自然 nature， 我们会敬畏大自然。如果以后有外星人来，他的科技能力、科技水平太高了，你可能会敬畏那个外星人坏人啊，有可能这个坏人可以掌控你的生命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敬畏他所以这个敬畏呢，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词汇非常重的词汇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老虎照做了，他让狐狸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好，这里有一个词汇，不晓得你们懂不懂，叫照做。照做的意思就是 do as someone told you。好，就是照做的意思就是别人说了什么，你就做他说的事情。比如说，林子跟她的老公说：“老公洗碗。”老公照做了。老公就是老公就是林子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林子说老公给我洗碗，老公照做了。老公听到要洗碗，好，他就去洗。老公扫地老公就开始扫地，老公照做了。好，照做就是那个人说的话，你照那个话的内容去做这件事情，照做了好，所以呢，如果我说月莹生病了要多喝水，月莹就拿着水喝了。好，月莹照做了。好，照刚刚那个人说的话做了那件事情，这个叫照做了。好，这个很重要常常用好，那这个图有一点奇怪，对不对？这个图他画错了好，这个图是 AI 做的，你看后面还那么多老虎，不行，应该只要有一个老虎。我把这个图这个截取一下，截取重要的部分不然有点好笑，怎么后面跟那么多老虎太好笑了好，那这个因为狐狸要老虎在后面跟着，所以老虎照做了。他让狐狸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自己跟在后面，对，按照他说的事情做了照做好，果然好，果然就是事情就如同你想的一样发生了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说如果你这么喜欢这个女生，如果你不跟她告白，说不定她会跟别的男人谈恋爱。果然过了2天，这个女生就跟别的男人谈恋爱了。果然就是你所想的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你就可以用果然，跟你想的一样发生了这个就可以用果然。我觉得这个人今天在咳嗽我觉得他可能明天会生病。果然明天就生病了，他明天生病了所以果然就是你想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好，森林里其他的野兽看到他们都吓得赶紧跑开好，老虎照做护理说，至终我看不懂你写的意思。不用，你就说照做了就可以了不用再写什么后面的东西说谁谁谁照做了就可以了。
经理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照做，可以。月营这个句子可以哦，不过要改成经理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照做，我们就照做哦。好，都吓得赶紧跑开。那各位同学，为什么其他的野兽看到了狐狸会跑开呢？而且是赶快跑开，很害怕的，吓得赶紧跑开，吓得赶紧跑开。为什么？他们其实不是看到狐狸，对不对？他们是看到老虎才吓得跑开了，所以并不是狐狸的关系，是老虎的关系啊。好，老虎信以为真，他心想，没想到狐狸真的是天神派来的使者，看来我惹错人了。好，各位同学，这个老虎好笨哦。其实其他的野兽，其他的小动物看到他们吓得赶紧逃开，不是因为狐狸是天神派来的使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老虎，他们才被吓跑了，对不对？但是呢，老虎太笨了，他信以为真。好，信以为真就是本来是不应该相信的，本来是假的，结果你却相信了。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信以为真，你把假的东西相信成是真的事情，这是假的，你以为是真的啊，这个叫信以为真啊。好，这个成语很棒，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好，他心想，哇，没想到狐狸真的是上天派来的使者，那我不可以惹他呀。什么叫惹错人了呢？惹就是你去冒犯一个人，你让一个人生气叫惹啊。那因为老虎抓住了狐狸，他惹了狐狸啊，他伤害了，他让狐狸不高兴了啊，他冒犯到狐狸了。这个中文叫惹啊，其实是冒犯的意思啊，就是 offend 冒犯啊。好，错就是不应该惹他，我不应该惹他，因为他是天神派来的使者。我不应该去惹他，我惹错人啦。好，这个很常用哦，但是你们可能比较少接触到这个表达，惹错人啦 ，offended the wrong person。OK， 好，对，冒犯的意思啊。好，那所以呢，老虎觉得狐狸是天神派来的使者，我不可以吃它，我也不可以冒犯它，我不可以惹他，所以老虎现在很害怕，老虎现在非常害怕。哇，狐狸原来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呀。好 ，OK， 我们往下看哦。老虎看到，狐狸看到老虎，为什么老虎叫狐狸人呢？这里其实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哦，动物是主角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拟人化。好，谁帮我打一下？我们会把这些动物好像当作人一样去拟人，这个中文叫拟人化。我们会把它当作人一样会讲话，然后去描述事情哦，所以这个叫拟人化或拟人法，把它当作人一样哦。好，对，很好，你们答出来了。好，那么狐狸看到老虎被吓到，故意大吼了一声，大吼了一声啊！吼这个字大家要记得，通常是野兽发出来的声音叫吼，而且是很大声的声音，故意大吼了一声。那狐狸为什么要大吼呢？它要吓老虎呀，狐狸想要吓老虎啊。好 ，OK， 我们往下看，没想到老虎被这吼声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逃跑了。好 ，OK， 你看这个老虎胆子还真小呢。他听到了狐狸的吼声，吼声就是吼叫的声音，吓得屁滚尿流。好，屁滚尿流是一个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成语啊。一般来讲是讲一个人被吓到了被吓到了，屁吓到放出屁，尿出尿来。
有时候你们会看恐怖电影，对不对？你会看到里面的人被吓到尿都跑出来了，尿裤子了，中文说尿裤子了，因为他实在是太害怕了。有时候我们看到鬼会吓得屁滚尿流，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而已，这只是个 metaphor， 并不是真的你屁滚出来尿你就尿出来了，其实也不是它只是形容你非常害怕不是真的你放了屁然后又尿裤子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表达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害怕而已好的，夹着尾巴逃跑了。好，你看这个夹着尾巴一般来讲，像你们知道狗有没有？像狗如果很害怕，它的尾巴会夹在两个后腿的中间，对不对？这个叫夹着尾巴所以我们也可以拿来形容人。人如果夹着尾巴逃跑了，表示他落荒而逃，他逃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慌张的。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落荒而逃，落荒而逃表示这个人夹着尾巴逃跑了。老师，人没有尾巴呀，人没有尾巴怎么会夹着尾巴？这也是一个 metaphor， 这个也是一个比喻而已好像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跑了。所以夹着尾巴逃跑了也可以用来形容人落荒而逃，慌张的逃跑了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对，落荒而逃。那这个成语故事就是这样，老师说完了。这个成语故事叫做狐假虎威狐狸呢假装狐狸假装这里的假其实是用的意思了狐狸呢用了老虎的威，是威风，老虎很威风，对不对？很凶猛，很威风。狐狸用了老虎的威风来吓这些小动物，其实他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对不对？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并不凶猛，但是呢他的后台，可能是他的爸爸可能是总统，或者是他的后台很硬什么叫后台很硬呢？就是他可能他的爸爸、他的亲戚或他的老板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他自己一点权力都没有，靠的是他老爸，所以这种人也是狐假虎威，自己没有很厉害，靠的是背后的后台，或者是自己的老板亲戚，他们很有权力所以呢这个叫狐假虎威。这个成语故事呢是非常有名的故事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起来。那这个故事也蛮有趣的，对不对？狐狸其实一点都不凶猛，为什么小动物都怕它？因为老虎在它的后面。我们人有时候也会狐假虎威，对不对？你自己没有能力，你靠的是你爸爸，你靠的是你的老板，你靠的是你的后台所以别人才怕你。别人怕你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你的爸爸，你的老板所以这个叫狐假虎威好，老师看到乔马了，欢迎。好，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么我们来开始回答问题。问题一，你相信狐狸是天神的使者吗？ Riding on someone else's power? Yeah， 可以，艾云是这个意思，没错好，各位同学，你相信狐狸是使者吗？天神派来的使者吗？不信。好，秀珍说，老师我才不信呢。当然不是，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可以说狐狸也是很聪明了他知道利用凶猛的老虎来骗小动物们，又骗了老虎，所以其实在故事里的狐狸是很聪明的故事里的狐狸是很聪明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都比老虎聪明你们都比老虎聪明对，你们都不相信，但是老虎相信了好，来我们看一下问题二，动物们为什么害怕狐狸？你们觉得呢？动物们为什么害怕狐狸？狐狸走在前面，老虎跟在后面，那为什么小动物都害怕的逃开了，吓得逃开了呢？好，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原因但是你有办法用中文来表达吗？有办法用中文来表达吗？好，你们可以试试看好，有同学说因为动物们害怕老虎。对了，好，佳佳说因为狐狸后面有老虎，其实小动物们怕的不是狐狸，而是老虎，对不对？好，因为动物们看到了老虎在狐狸的后面，答对了。其实重点是小动物们害怕的不是狐狸啊，是它背后的身后的老虎好，动物们害怕狐狸，因为它跟老虎在一起，答对了好，没问题。我们看一下问题3，老虎最后为什么被吓跑了？好，我们刚刚都说老虎笨笨的，老虎真笨那老虎为什么最后被狐狸的吼声吓跑了呢？老虎应该是要很凶猛的动物，它怎么会夹着尾巴逃跑了呢？好，月莹说动物们当然不怕狐狸，他们害怕的是老虎，对不对？好，动物们都害怕狐狸，是因为老虎跟它在一起，答对了好，有人说老虎很笨，他相信了狐狸是天神的使者答对了。老虎相信了，他信以为真，他本来半信半疑，后来信以为真，他相信了狐狸是天神派来的使者，所以最后被狐狸的吼声吓到逃跑了。他怎么逃跑？他被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落荒而逃。好，这些成语都可以把它记起来都是很棒的成语好，对，因为老虎相信狐狸真的是神派来的，很棒。好，那么这个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成语故事叫狐假虎威，现在也常常用在人利用自己的后台，利用自己的很好的背景来骗别人或来吓别人这个现在也很常用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故事记起来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语，每个词语我会念3遍，请大家找出相对应的图片或照片。凶猛，凶猛，凶猛，吼，吼，人也可以吼叫如果你叫得很大声，你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吼。夹着尾巴，夹着尾巴，表示你很害怕的逃跑了，夹着尾巴，夹着尾巴。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处罚，处罚，处罚。好，敬畏，敬畏，敬畏。好，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好，那么我们礼拜4再继续来上课咯，大家早一点休息，晚安咯，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请你多多的留言，直播课之后一定要告诉我，老师我很喜欢今天的故事不然老师都不晓得你们到底喜不喜欢理查老师说的故事呢？可能你们不喜欢，那我就不敢再讲故事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老师说故事吗？好，我们下次见，拜拜。